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哥，又是1周没见了。哎，这台显示器呢是小雪人的新品光魂27X1 QE。先给几个关键词啊，大家感受一下 ：OLED、2K、480赫兹、0.03毫秒、原生10比特、满血 DP2.1。众所周知啊，那480赫兹的 OLED 差不多等效于1062赫兹的 Fast TN。480赫兹 OLED， 哎呦，这简直就是 FPS 玩家的梦中情节啊！哎，打 Go 和打瓦的观众啊，可以闭眼冲了。经过我们和小雪人的详细的核算和反复的讨论啊，哎，我们定友商那种799价格是绝对不行的。它低到什么价格合理呢？反正经过了几天几夜的争论之后，最终定下来了6499。我真心的想问屏屏的观众朋友们，6499，你们满意吗？你们真心满意吗？真心的想问，今天在场的所有的米粉们，你们满意吗？你们真心满意吗？可是过去的几天，我真的是睡不好觉，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连夜说服了小雪人的胡总。我希望用200%的热忱，能回报所有观众对我们的支持。这里我说个数，5999-321，给家人们上链接。好，到时候咱们先开箱。那包装中包含了说明书280瓦的电源适配器、显示器支架、一条镀银的 HDMI 2.1线、一条 USB 上行线、一根全功能 C 线啊，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。支架支持升降、旋转、俯仰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接口方面，从左至右依次是一个下行的 C 口，一个上行的 B 口，两个满血的48G HDMI 2.1，两个满血的80G DP2.1，一个100瓦的全功能 C 口，一个用于固件升级的 A 口，一个3.5毫米的音频接口，一个 DC 电源接口。好，在侧面呢，则有两个下行的 A 口和一个下行的 C 口，也算是光魂这个系列显示器的传统布局了啊。某些厂家真的应该来学一下这个侧面的 USB 下行口。家人谁懂啊？不过256x1440 480赫兹的带宽其需求要70Gbps，那目前唯一有 DP2.1的 AMD 的7G 显卡呢，其实还是个残血接口，其实跑不满的。老黄的507G 新卡啊也没，只有 AMD 的 W7800、W790的专业卡系列才能跑满。7900RTX 实色54G 带宽可以达到256x1440 480赫兹8比特无压缩，游戏玩家呢是可以用的啊，因为游戏资源基本都是8比特内容。如果屏幕前的观众你对于无 ASC 的10比特有执念，那要等到后面满速的 DP2.1 的游戏卡即可。在 HDMI 2.1下呢 ，DSC 可以达到256x1440 480赫兹12比特色深，而 DP 1.4下呢 ，DSC 的色深只能达到10比特的色深。站位来了，这属于好多人其实都关心啊，明年初它能不能买到5090？显卡能不能买到不知道，但是 DP2.1 你现在就可以提前用上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显示器的正面啊，基本算是4面窄边框，至于多窄算窄啊，大家一眼评测吧。由于 OLED 它不再需要背光层，所以说能做得很薄。用惯了传统的 LCD 显示器啊，是真的能被这个厚度一眼惊艳到。体感呢也很轻，一手就能随便拿起来的那种轻。驱动板等物件啊，基本是放在后面的书包里面。通电之后呢，书包和边角的 logo 会亮起一圈的灯光。那最后关于 SD 部分啊，依旧是延续了光魂系列的优良传统，有着手感和操作逻辑比肩大厂的优秀十字脚感。像是硬件低蓝光、VR 加、暗部增强、辅助准星、高倍镜等功能，上一期我们已经都夸过了，这里就不再细聊了。当然啊，这次 OLED 面板还额外加入了像素位移啊、像素清理啦、APL 等减缓烧屏的功能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除了摇杆右边的电源键之外呢，光魂27X1 QE 这次还在摇键的左边加入了一个一键切换25英寸模式按键。作为一台主打 FPS 的显示器啊，这个产品经理是真的懂游戏的。买这款显示器肯定是奔着 OLED 加480赫兹极致的 DMP-RT 来的。那我们随便挑几个 CS2 的职业选手来看看他们的外设，会发现他们显示器基本都是卓为24.5英寸的。这些选手啊，恨不得把脸都扎进显示器里。可以说啊，买了咱光魂这款27X1 QE，至少你在显示器方面已经领先 Dunk 和 Simple 了啊。要是还打不过，那我就不好说了。菜就多练。看外观，我们就来看点亮屏幕，看它的素质究竟如何吧。
色彩方面呢，我们分别在 sRGB DCI-P3 模式下测试。首先在 sRGB 模式下呢，色域覆盖为96.7%的 sRGB， 色准平均德塔 E 1.15， 最大德塔 E 2.65。其次在 DCI-P3 模式下呢，我们测得的色域覆盖为98.4%的 DCI-P3， 色准平均德塔 E 0.89， 那最大德塔 E 1.57，可以说是十分的优秀了。亮方面呢，在 SDR 模式下测得10%的窗口亮度为420尼特。全屏峰值亮度在256尼特，在 HDR 模式下呢，测得10%的窗口亮度为750尼特，1%的窗口亮度为1130尼特，全屏峰值亮度为256尼特。这个水平啊，在室内无论是游戏还是观影都是足够了。可以看到，我们这款光魂27X1 QE 无论是色彩还是亮度方面都是非常惊艳的。官方标账期可以达到150万比1的对比度，那在观看 HDR 内容时能做到极高的对比度，不会出现那种黑的地方发灰的情况。再加上其 AG 抗眩光雾面屏和 AR 光面抗反涂层啊，即使有强光照射，也不会太影响观感。这里我们小放一段 HDR 视频，大家感受一下。那一款主打 IPS 的显示器啊，总说这些色彩之类的还是没劲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在游戏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吧。那经过实测呢，我们这款光魂27X1 QE 平均灰阶响应时间为0.308毫秒，在 UFO 测试中呢，可以看到几乎是没有拖影和鬼影。不仅飞碟上的这个线条非常清晰啊，就连小外星人的3只眼睛都是能看清的。由此可以看出啊，这款显示器非常夸张的 DMPRT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相机的实拍其实并不能完全展现出清晰度的差别啊。如果说有观众在用类似的规格产品呢，可以尝试自测一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慢放一下 CS:GO 和玩蓝色中的一些游戏场景啊，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低到离谱的 MTRT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那这款光魂的27X1 QE 相当于友商呢价格便宜了2000块钱，多了80G 的 DP 2.1接口去占未来啊，还多了100瓦的全功能 C 口，再多了2个下行 C 口啊，不知道大家对它的评价如何呢？欢迎弹幕与我们交流。观众不要点小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，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新公众号传个 3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两条店传完国的数码或者淘宝搜商品传完课。上课我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